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白小纯的声音再次回荡：“我是不可能让你走的，你也不用有侥幸心理。今天你死也得死，不死也得死。要么你归还我的魂魄，这样的话只是一个人死亡；要么就是你以及你的家族为我的魂魄陪葬。你逃不掉，今天也没人能救得了你。你也不用想着拖延时间，我最后只给你10息。10息后，我就会下令所有尸鬼出手，将你斩杀在此的同时，也让你能看到你的族人鲜血成河、凄厉英明的一幕。”白小纯心里也在哆嗦，可表面上却看不出丝毫，仿佛真的冷酷无情，言辞更是斩钉截铁。周一星开始计时，10息后灭了妙家所有血脉。白小纯大袖一甩，说完后，画面内的周一星嘴角露出一抹阴冷，缓缓开口：“10、9、8。”随着他声音的传出，妙家老祖身体越发颤抖，他的呼吸更为急促，挣扎之意强烈到了极致。白小纯的话语一句句如同锋利的刀子，不断的刺入他的心神内，摧毁他的一切意志。尤其是那句死也得死，不死也得死，还有这短暂的10息，这一切都让妙家老祖清楚的明白，对方杀自己的决心已经强烈到了丝毫不能动摇的地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妙家老祖惨笑中，画面内随着周一星的报述，妙家的族人，他们的求饶，他们的凄厉呼救更为强烈。老祖救命！5、4，周一星的声音没有一丝颤抖，落在妙家老族耳中，超越天雷。他死死地盯着白小纯，他想要从白小纯身上看出破绽，可任凭他如何去观察，所看到的都是冷酷，那是不惜代价，不管如何也要他死得疯狂。他虽在意此魂，可却没有到那种能允许我用此魂来威胁的程度。妙家老祖内心咯噔一声，隐隐觉得白小纯所表现出的坚定，是此魂要么给他，要么谁也别得到。实际上，白小纯此刻心中的紧张与颤抖，比这妙家老祖还要强烈，可他必须要克制，必须要隐藏，不能露出哪怕一丝一毫。他明白，若是放走了这妙家老祖，一切都将被动，白浩的生死掌握在对方手中，而其余12个家族以及9幽王一旦出手，自己想要再救出白浩，根本就是不可能。这个办法只能是拖延而已，没有任何用处，最终的结局早已注定。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这一刻去比谁狠的同时，也表露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然。只有毁了对方求生的意志，才可以唤醒其对家族的责任。一旦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是自己死，还是血脉灭绝？这个选择，相信任何正常人都会选择前者，因为前者不叫死亡，那叫为了族人而牺牲。可若这妙家老祖看穿了自己的心中实际上在意程度比他还要大的话，那么白小纯也只能去妥协，只能放任对方离开。3，周一星身上杀机散出，1000尸魁，煞气爆发。是牺牲你一人，却救了你的家族，还是让所有人陪葬在你一念之间？白小纯淡淡开口，依旧冷酷，右手更是抬起透着决然，似只要一放下就是生死立判。他不能说太多，实际上这句话他也没有必要去说，说的越多就破绽越多。2周一星的声音随着传出，与妙家的凄厉直接融合在一起，化作了音爆。在这一刹那，于妙家老祖心神内无数倍的爆发，直接就崩溃了他的心神。在必死的情况下，最终对家族的责任压下了个人的利益。这是很讽刺的一幕。这妙家老祖看似最终的选择是为了族人牺牲，可实际上，若他能从白小纯那里察觉到自己是可以活命的话，他的选择将截然不同。周一星话语刚出，妙家老祖惨笑中，右手猛地一拍额头，瞬间白浩魂就被他一把抓住，向着白小纯猛地扔去。放我的族人离去，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老夫的命，老夫给你。白小纯内心颤抖，之前所有刻意摆出的冷酷轰然坍塌，内心的焦急再也掩饰不住，全部显露人前，猛地上前一把拖住白浩的魂。白浩的魂此刻极为虚弱，勉强撑开眼，看到了白小纯后，他愣了一下，似有些不敢相信。师尊只是说出了这2个字，白浩就昏迷了。白小纯内心一颤，立刻神识扫过，确定白浩只是虚弱的昏迷后，他的心终于彻底的放下，赶紧就将白浩魂送到储物袋的魂塔中。他的这些举动立刻就被妙家老祖看到，他猛地睁大了眼，脑海嗡鸣起来。他听到了白浩魂所说的师尊，更是看到了白小纯那明显在意到了极致后所表现出的一系列神情动作，他的心神彻底混乱，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一种心智被碾压的极致的耻辱感，让他刚刚升起的为家族延续牺牲的一丝神圣感转眼崩塌。他的双眼瞬间赤红，他整个人直接发狂。白浩，你骗我！第800集师徒团聚，妙家老祖狂怒的嘶吼，整个人如要崩溃。他输了，输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不仅仅是白浩的魂，输的还有他的心智以及判断，输的彻彻底底。杀！白小纯抬起头，深吸口气，目中冷冽，大袖一甩，
立刻四周的尸鬼还有那银甲大汉尽数出手，煞气卷动风云，速度之快，直欲血染苍穹。无论是妙家老祖还是周武道，别说是数千尸鬼的出手了，就算仅仅是银甲大汉，也都能让他们形神俱灭。之前有白浩魂作为要挟，他们还能苟延残喘，此刻根本就无力反抗。在那凄厉的惨叫以及疯狂的咒骂中，巨响之声回荡八方，二人的身体直接崩溃，血肉模糊中，元神更是被撕成了碎片，形神俱灭。此事至此告一段落。周家或许还在，可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天侯塔碎了，天侯灭亡，小侯也死亡，整个周家已经被彻底清除出了天侯行列。同样的，妙家这个曾经出现过最强大的地品炼魂师的家族，也在这一天失去了他们家族的擎天之柱。可白小纯没有食言，他既然说了不去灭妙家血脉，那么这些妙家的族人就都会被他放走。只不过这些人的身上都被周一星暗中留下了烙印，白小纯不杀，可不代表他周一星能允许这些哪怕在未来会有一丝威胁的妙家众人的轻易存活。若他们没有歹意也就罢了，一旦有了歹意，周一星就要杀人。也不是所有族人都这么处理，如妙玲儿就被白小纯直接收入大牢，哪怕妙玲儿姿色极好，足以让男人心动，升起邪恶念头，可在白小纯这里依旧是毫不留情。而这件事情也在当天就轰动了整个葵黄城，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有天侯全部惊惧异常，纷纷神色大变。要知道，之前他们与白小纯之间，就算是再如何斗法，可也终究是没有出现这种程度的死亡。可眼下一位天侯，连同其继承人，竟被斩杀，就连天侯塔也都崩溃。这一切，他们在听说后，在这骇然兮气中，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必定是大天师的意思。可很快的，随着天宫震动，随着皇宫内大天师也都传出怒意后，所有天侯猛然间明悟过来，这一切竟是那监察使的私自行动。那白浩疯了，他居然是擅自杀人，没有经过大天师的同意，他居然杀了一个天侯，无法无天，此人绝不能继续姑息了。监察使的权力太大，他今天可以疯狂的杀了周武道，明天就可以来杀我等。这白浩，他这是造反！这里是葵黄城，难道他还想要成为第二个大天师？所有天侯全部愤怒，再加上之前的仇恨，尤其是那重恩令，使得所有权贵都焦头烂额，恨白小纯入骨。眼下，他们在仇恨与忌惮中，终于抓住了白小纯犯下的这个巨大的错误。他们岂能罢休？几乎同一时间，所有天侯都出动，直奔皇宫。这一次，他必死无疑。我看这白浩如何在死里逃生？他就算是三头六臂，此番也都必定尸骨无存，谁也救不了他。他监察使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于大天师，而他如今在劫难逃。不仅仅是天侯，就连10大天宫也都全部走出所在的天宫塔，踏向皇宫。陈好松首当其冲，冷笑中，他明白这一次就算是大天师也都保不住白浩。实在是白浩这一次犯下的罪孽之大，已经过了整个葵黄朝能接受的底线，他越了雷池。整个葵黄朝的权贵全部发动起来，甚至城中的子民也都在听说了这件事情后全部默然，稀奇的叹息的都有不少。此事的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而关于白小纯擅杀天侯的事情，也在短短的几个时辰就传遍整个蛮荒。巨鬼王第一时间知道后勃然大怒，在王殿内他多次拿起玉简要传迎白小纯，可都放了下来。最终狠狠一跺脚，整个王殿都轰鸣摇晃。不治啊！九幽城内，九幽王拿着玉简皱起眉头，没有太去在意妙家老祖以及周武道的死亡。对他来说，当日出手也是应有足够的利益。当然，这让他看不顺眼的白小纯，无论死与不死都是蝼蚁。可他在意的是天侯塔的坍塌。有些奇怪九幽王这里诧异时，九幽城的世子周弘，他听说了这件事情后，顿时狂喜，哈哈大笑：“白浩啊，白浩，我看你这一次还怎么化险为夷？这件事情在所有人看去都是无解，是必死的困局。”在这整个蛮荒都因此事轰动时，白小纯此刻已回到了监察府。实际上，从周家离开后，他哪儿也没去，都在监察府内。监察使的令牌被他扔在了一旁，看都不看一眼。周一星也被他打发走了，让齐先避避风头。至于那些尸鬼大汉，此刻都在这监察府内一动不动。这些白小纯都不关心，他此刻坐在那里，目中凝望手心上的一座魂塔。那魂塔里，白浩的魂经过短暂的恢复后，已有了一些精神，慢慢的睁开了双眼。在睁眼双眼的瞬间，他就看到了面前一脸憔悴的师尊。总算醒了，你呀，以后要小心一些。来来来，为师和你说说，这1个月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呵呵，你不知道，这1个月为师可厉害了，无人敢惹，天人我都敢去指着鼻子。白小纯这才松了口长气，眉开眼笑，仿佛又回到了1个月前，白浩在自己身边，2个人相依为命的日子。
他的口中不断的说出这1个月里发生的事情，这一切的一切传入白浩心神内，让白浩的眼睛模糊了。师尊白浩听着白小纯的话语，颤抖起来。当他听说师尊为了自己发动了重恩令以及所有的事情后，一股比曾经还要强烈无数倍的感动与温暖，瞬间就让白浩魂飞出魂塔，跪拜在了白小纯的面前。我以为我再也看不到师尊了。白浩心情激荡，他此刻的情绪已经无法用言辞来表达。他觉得自己在被擒住的这1个月所经历的诸多折磨与痛苦下，都严密的保护师尊的秘密，这一切的付出全都值得。因为在他心中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师尊。这1个月对于白浩来说，是这一生中再一次的无边黑暗，其痛苦无法形容。每天都要承受魂火的焚烧，被妙家老祖去炼化，更是要承受搜魂的折磨。而妙家炼火需要在前期以各种折磨搜魂等方式令有灵智的魂屈服，从而使得后期炼火顺利。可想这1个月白浩的痛苦，这一切的一切让他无助中甚至想到了死亡。可他心中有执念，他不甘心就这么消散了。他还没给师尊创造出19色火的配方，他还没有看到师尊炼成18色火。他曾经在心中发下的誓言，要让师尊成为天品炼魂师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不能死，他不想死。如果真的有一天他必须要死亡，那也是要在对师尊的所有帮助都做完了之后才可以闭幕。而如今他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处理，他更担心没有了自己在身边照顾，以师尊的性格，怕是会引来无数危险。他要去提醒师尊，他要去帮助师尊来化解一切他能做到的、能去抹除的危机。这是他的执念，也正是这执念支撑着他坚持了1个月。他不知道自己最终能坚持多久，直至在一次昏迷后，他睁开双眼时看到了师尊。哈哈，感动吧？当初为师就告诉你了，拜我为师，你不吃亏。白小纯眼看白浩如此，觉得自己的确是个让人放心又信任的师尊，很是得意，上前摸了摸白浩的头。师尊再造之恩，救命之恩，徒儿终生不忘。白浩怔怔地看着白小纯，猛地低头俯身，重重地拜下。一如当年山洞内，他从冤魂恢复神智，看着白小纯的背影，拜下时一样无怨无悔，诚心诚意。你是我弟子，谁敢动你，就是打我脸。别说发动重恩令了，若是这一招还找不到你，我打算引通天大陆到来，也要救你。白小纯抬起下巴，小袖一甩，此刻的他再没有了这1个月中的冷酷与压抑，重新恢复了其原本的性格，嚣张色显摆的开口。第801集，你是故意的吧？听着白小纯的话语，白浩更为感动，双唇微微开合，似想要说些什么，可却感动的说不出话语。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白小纯忽然好奇地看着白浩，忍不住问了一句：对了，你那重恩令的计策不错，当初你说的时候，我就想问了，是不是因为你在白家是庶子，所以才想出了这个办法？白浩一愣，实在是他这个师尊转换的太快，前一刻还霸气无比，让自己感动的不得了，下一瞬就换了话题，问了自己这么尴尬的问题。可眼看师尊那一脸好奇，于是白浩迟疑后点了点头。眼看自己这弟子承认了，白小纯叹了口气，感慨起来，摸了摸白浩的头，摇头道：我终于知道当初蔡夫人为啥要干掉你了，这计策实在是太毒了。白浩再次傻眼，哭笑不得。白小纯似还有别的问题，此刻正要继续开口，可就在这时，他忽然面色一变，抬头时，远处天空上有一道赤色的身影正急速而来。人还没到，可声音却传遍监察府：白浩，你个无耻小人，我要杀你！那是一个女子的声音，穿着一身赤色的长袍，粉面带煞，柳眉倒竖，正是红尘女周子墨。这周子墨之前一直闭关修炼，试图突破天人初期，对于这段时间回皇城内的重恩令之事毫不知晓。之前才刚刚出关，本就因突破失败而郁闷，头脑也不知为何很是不清晰，思维也都呆滞不少。他琢磨着可能是突破不成的反噬，也没在意。可他刚一出来，就听手下说起重恩令的事情，还没等听完，他整个人就爆发了。对于白小纯，他本就厌恶，虽这中间有些误会也都化解，可还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讨厌。尤其是白小纯那里被大天师安排成了监察使后，似忘记了巨鬼王，这就让他更是不悦。如今又知道了重恩令，若是换了其他时候，他瞬间就能明悟这里面的问题。可眼下他的头脑很不清晰，处于浑噩的状态，如同一根筋般，来不及多想，整个人就瞬间爆发，径直杀来。途中巨鬼王也都给他传音，可红尘女看都不看，满脑子都是要来收拾白小纯。白小纯吓了一跳，他还以为是大天师派人来抓自己，没想到是好久没看见的红尘女，连忙后退，刚要解释，子墨，你听我说，闭嘴！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就问你，那重恩令是不是你的计策？红尘女怒声开口，话语间更是直接踏入到了监察府内，右手抬起，向着白小纯一指，顿时一股天人波动从其身上爆发出来，形成一道赤色光柱，直奔白小纯而来。
你听我解释。白小纯一把先将白浩魂收起保护好，随即身体急速后退，避开光柱。大地轰鸣时，他也有些狼狈，可话语还没等说完，就立刻又被红尘女打断，很是狂暴的骤然杀来。这红尘女身为天人初期巅峰，此刻出手更是全力，白小纯根本就不是对手。尤其是不灭地拳，他今天刚刚施展，眼下看似如常，可实际上还在恢复之中。被逼无奈，他只能再次闪躲。红尘女怒意不减，眼看白小纯避开，一晃靠近，掐诀间竟取出了法宝。那法宝是朵红莲，急速旋转中，一股无上之意骤然降临，环绕四周，使得这八方立刻成为了赤色。轰鸣中，白小纯不断后退。眼看红尘女出手全力毫无保留，且不听自己解释，渐渐也有了怒意。你这疯婆子，真以为本监察使怕你啊？白小纯大吼一声，身体一晃，神念立刻传出，顿时这四周的尸鬼全部抬头，一个个目中煞气惊人，可没有都出动，而是那银甲大汉猛地一步走出，天人修为鼓荡而起的瞬间，那句变异之后，可短时间展现准天人修为的黑甲大汉也瞬间走出，直奔红尘女。三人瞬间就站在一起，声响惊天中。红尘女操控红莲，略微逼退那两尊尸鬼，自身修为突破而造成的反噬，此刻也强烈了一些，觉得头脑越来越不清晰，于是冷哼一声。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杀了这该死的白浩，可他心中有气，觉得对方忘恩负义，是个白眼狼般的小人，所以此番到来就是要出手打一架。此刻眼看这两尊尸鬼不俗，他身体一晃，正要离去，可白小纯这时却不干了，立刻大吼一声：“布阵，给我将此女封印拿下！”他话语一出，四周的9尊半步天人尸鬼瞬间飞起，加入战局。与此同时，那近5000尸鬼也都立刻冲天而起，形成大阵，幻化出封印大网，从四面八方阻止红尘女离去时也相继出手。一时之间，巨响撼天动地。红尘女被彻底困在阵中，她面色难看，对于白小纯那里厌恶更甚，全力操控红莲，要杀出一条路离去。可她本就刚刚出关，又因突破失败而反噬，此刻交战愈久，立刻神识都有些跟不上了，使得那红莲的运转有了一瞬的停顿。这一顿若是换了其他时候还不算什么，可在面对银甲尸魁以及黑甲大汉时，却是立刻就被他们敏锐察觉，把握住战机，瞬间出手，轰击声立刻回荡四方。红尘女面色苍白，哪怕头脑再不清晰，此刻也意识到自己鲁莽了，不应该在刚刚出关反噬后不待头脑清晰的时候就急着来找白小纯的麻烦。且他也没想到，白小纯这里的尸魁居然不再是之前的3000，而是成为了5000，甚至更有那具天人的银甲大汉。我闭关的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红尘女皱起秀眉，她之前实在是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此刻神色难看，被逼得急速后退。可就在这时，那5000尸魁大军的封印大网瞬间来临，猛地收缩。红尘女刚要避开，白小纯眼看机会，倏地走出，速度之快，刹那临近，右手抬起，向着红尘女直接一掌落下。给我拿下！他大吼时，银甲大汉与黑甲尸魁同时出手，配合5000尸魁，任凭红尘女如何挣扎，也都难以挣脱，瞬间就被大网笼罩在内，直接封印。白小纯没有停顿，一把就抓住了红尘女的手臂，顺势落地后，直接就将其按在了地面上，整个身子都压在红尘女的身体上，感受着红尘女那凹凸有致的身躯以及柔弱。白小纯心中忍不住一荡，目光不由得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下，红尘女那诱人的双唇。白浩，你敢！红尘女面色变化，向着白小纯立刻低喝起来，不断挣扎，心中也有后悔与慌乱。体内修为如今被封印的死死，至少也需半炷香的时间才可被他强行破开。可他越是挣扎，白小纯就越是全身麻酥酥的。他赶紧连续吸了好几口气，暗呼妖女的同时，也立马装出凶狠的样子，瞪了过去：“别勾引我！”你！周子墨面色赤红，羞怒至极，目中似有烈火燃烧，可却真的不敢动了，也看出了自己一动，对方那眼神似乎都不对了。周子墨，你这是自投罗网！奶奶的，莫非你想和本大人洞房？白小纯再次吸了口气，凶巴巴的道：“无耻！你住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奸人！我父对你那么好，你居然如此对他！”红尘女怒喝，咬牙切齿。白小纯皱起眉头，仔细的看了看红尘女，琢磨着这个不会是假的吧？他记忆中的红尘女不是这个样子，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可能会想不明白？于是忍不住抬手摸了摸红尘女那洁白的额头。没发烧啊？你傻了？白小纯诧异道，随后猛地眼睛一亮，试探的问了一句：“巨鬼王那老家伙，难道外面还有其他子嗣？不是就你一个？不会吧，这老家伙藏得这么深？”白小纯越想越有道理，不由得哦了一句，口中啧啧连连：“你闭嘴！我父亲就我一个女儿！”红尘女继续愤怒的骂道。可说到这里，她自己也愣了一下，似有些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那个你是故意的吧？白小纯忍不住开口。就你一个的话，你别告诉我你没反应过来，这个计划对巨鬼王是最没影响的，反倒是其他3王子嗣一片，以后层层分割，到时候咱们家就可以一个个击破啊！白小纯眉头一挑，眨了眨眼，试探的用了一个咱们家这3个字。他觉得既然人家姑娘都这么主动的装糊涂送上门了，自己也不好没什么反应。第802集大天师召见。你住口！什么咱们家？那是我家！红尘女性演员瞪怒视白小纯的同时，她的脸此刻也更红了，脑海虽不清晰，可也有一种恼羞成怒之意。一方面是被白小纯压在身下，那种身体大范围碰触的不适让她抓狂，而另一方面则是她此刻也意识到自己如今的状态很不对劲，脑子昏昏沉沉，若不去思索也就罢了，一旦去思考问题，就会很生涩的同时，也很容易一根筋认定死理。怎么会这样？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居然没反应过来。红尘女内心觉得不对劲，她以往修炼从未如此，可眼下却有这种反噬，不由得对于巨鬼王当初给她的那套功法产生了怀疑。可思绪这么一转，那种昏沉迷糊的感觉更强烈的同时，她又再次的认定了死理，一定是我爹红尘女银牙暗咬时，白小纯那里被红尘女这愤怒怒争的小模样撩拨的内心痒痒的，如有一只小手在抓着心肝，让她忍不住喉结滚动，咽下一口唾沫。按道这红尘女不但身材不错，脸蛋好看，眼下这羞怒的样子更是别有一番风情。红尘女本就绝美，如今这么一副迷糊糊的样子里透出的羞恼，不但没有让她的美丽减少，反而多出了一副平日中白小纯看不到的模样，让白小纯这里的心跳也不由得疯狂咚咚着。跟侯小妹的掐腰瞪眼不同，与宋君婉的柔中带刺也不一样，这红尘女就仿佛一条美女蛇，让人忍不住想去摁倒，比宋君婉还要妖孽啊！白小纯内心一颤，吸了口气的同时，赶紧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可这身体的接触，让白小纯此刻无奈的发现自己居然很难平静下来，实在是红尘女的挣扎，虽不如之前那么强烈，可依旧每扭动一下，都让白小纯心里禁不住的颤动。哎，妖术太厉害了，罢了罢了，那庙家老祖都有牺牲的精神，我白小纯不能落于人后，就让我牺牲自己来镇压这个妖女好了。白小纯心中充满了正义，右手抬起，一把就按在了红尘女的胸口上方，狠狠一压。妖女，我来镇压你！白小纯大吼一声，义正辞严的样子，狠狠按住的右手，让红尘女都愣了一下后，抖得发出一声尖叫：“你放开我！妖女，你居然敢反抗！好好好，看我怎么镇压你！”白小纯一本正经，觉得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正义，于是另一只手也按了下去。白浩，你找死！红尘女只觉得脑海轰的一声，此刻怒意已无法形容了。四周的那些尸魁，一个个呆板的站在那里，面无表情，盯着被他们包围中那在地面上扭打的男女2人。这一幕很是旖旎，若不了解情况的，必定会产生无数联想。只是这旖旎没有坚持多久，或许是这种对于红尘女来说此生从未有过的刺激强烈到了极致，以至于她体内的那些封印，竟在她的愤怒滔天之下，轰然间就被自行的冲开。随着修为的释放，白小纯吓了一跳，赶紧松开红尘女就要后退，可红尘女眼中露出一股片寒芒，身体一跃而起，直接向着白小纯一把抓来。惊天巨响从2人之间爆发，更有风暴骤然间卷起，横扫四方。隆隆声中，白小纯惨叫一声，身体急速倒退。红尘女那里散乱着头发，整个人已然发狂，粉面带煞，骤然追击。白浩，我要杀了你！来人，给我阻挡这妖女！白小纯心都颤了，此刻倒退时，立刻大吼一声，顿时四周那些呆板的尸魁大军瞬间煞气弥漫，立刻飞出去阻挡红尘女。暴怒之下的红尘女四战力也都强悍了不少，很多尸魁被她轰飞。可白小纯这里的尸魁实在太多，且里面还有银甲大汉。不多时，在红尘女那憋屈与疯狂中，她的身体还是被阻挡，只能任由白小纯那里在被不少尸魁保护中不断的后退，渐渐被拉开了距离。子墨，你这是干什么啊？我也是为了你好，那个一看你就是中了妖术，我这是帮你化解啊！白小纯有些脸红，琢磨着以自己的定力，不应该像方才那样才对。他暗道这红尘女的妖术实在是太厉害了，可嘴上却不能承认，于是赶紧为自己开脱辩解。闭嘴！红尘女气鼓鼓的急促的呼吸中都带着羞怒，似被气的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此刻在半空中，眼看着众多尸魁后方被保护的严严实实的白小纯，银牙都恨不得咬碎，愤怒煞气更多。白小纯有些越发心虚，干咳一声：“那个，这是误会，刚才我们说到哪里了？对了，你说那不是咱们家，是你家子墨，这你就太见外了啊！你家不就是我家吗？”白小纯心虚着慌之下，有些语无伦次。红尘女这边深吸口气，冷笑的看着白小纯。此刻她虽知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这白浩的确说的有道理，也的确是在这重恩令时考虑到了巨鬼王，可她一想到方才对方的无耻，
他就怒意有些压抑不住，正要怒喝，但就在这时，他神色忽然一变，猛地抬头。白小纯也双目刹那收缩，一样抬头看向天空，只见苍穹上此刻扭曲起来，渐渐的似有一道黑色的残影从那虚无中一步步走出，直至走到了监察府的半空后，这身影才清晰起来。一身黑袍遮盖了头部，遮盖了全身，使得白小纯与红尘女看去时，能看到的就只是这一道黑影，看不清面孔的同时，在这身影的四周，虚无也都漆黑，仿佛此人所在的地方，天地都化作黑暗。正是大天师的亲信，上一代监察使黑明。在看到黑明出现后，红尘女一愣，白小纯却深吸口气，她知道该来的终究是到来了。黑明的表情无人能看到的，只能隐隐看出，在那黑袍内有一双似没有蕴含丝毫情绪的双眼，在这监察府内扫过，没有理会红尘女，而是落在了白小纯的身上。把令牌给我。黑明的声音充满了阴寒，回荡时，这监察府都如同进入了寒冬。红尘女目光一闪，而白小纯则是沉默了几个呼吸。对于监察令被收回，他没有意外，此刻虽心中紧张，更有忐忑，可同样的，他也有把握自己能化解这一次的危机，所以右手一拍储物袋，监察令出现在了他的手中。低头看了看后，白小纯猛地扔出，这监察令化作一道紫光，直奔黑明，刹那就被黑明接住，将其收起后，他那阴冷的声音又一次传出：“白浩，随老夫走一趟吧，大天师在等你给出一个解释。”说完，黑明转身向着苍穹皇宫走去。白小纯深吸口气，在脑海里仔细地想了想自己的准备有没有遗漏后，这才缓缓呼出，一晃之下跃入天空。这一切都被红尘女看在眼里，她之前虽对白小纯愤怒，可如今却不知为何心中有些迟疑，但却没有开口，而是看着白小纯与黑明远去后，她立刻取出传音玉简。这玉简内有不少巨鬼王的留言，此刻红尘女没心情去一一查看，而是快速地给巨鬼王传音：“父王，黑明收走了白浩的监察令，将他带走。此刻的巨鬼城内，巨鬼王正发愁。他知道红尘女出关后，想到了当初自己那突如其来的安排，可当初的情况与现在不大一样。他也没想到，自己原本只是打算给女儿洗脑，可红尘女出关后，居然直接杀向白小纯那里。于是赶紧传音，可红尘女那里一根筋，压根就不看。巨鬼王不由得苦笑，正叹息时，突然接到了红尘女的传音。他看了后，目中猛地就露出金芒。这白浩不像是那种做事情不考虑后果之人，他莫非有什么底牌？第803集，和我斗。在巨鬼王沉吟时，葵黄城的天空上，白小纯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一些，使得外人看不出情绪变化，默默地跟随在黑明的身后，向着皇宫飞去。实际上，他心底也在发怵，脑海不断地浮现自己的计划，确保这一次不会出现纰漏。实在是此事如劫，白小纯知道自己稍微一个失误，怕是就要万劫不复。应该不会出现掌控之外的事情，我准备的也很充分了。仔细的分析之后，白小纯略有心安，可还是有些患得患失。在这样的心情下，一路上二人都没有说话，沉默前行。实际上，从决定不请示大天师，而是立刻出手，以雷霆之速杀入周家的那一刻，白小纯就已经明白这件事必定会引起极大的风暴。可他不后悔，实在是他对于大天师已经没有了如以往的信任与依赖，而白浩的安危更是重中之重，一旦泄露风声，打草惊蛇，后果不堪设想。但也的确如巨鬼王所判断，白小纯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他有底牌。眼下的天师殿内，怕是那些天侯天公都要置我于死地。白小纯深吸口气，他虽有底牌，可患得患失下，不安之意也不断滋生，可更多的却是期待。他很期待当着那满朝文武的面去揭开自己的底牌，从而华丽转身。那些人在这之前跳跃的越欢，那么当自己转身后，甩出的巴掌就会越响。之前我都是借着大天师的事去和这些权贵斗法，而今天我将不依靠任何人，而是凭着我自己亲自去打他们的脸。89个天侯，10个天公，这99位权贵的脸，不知道拍起来是什么滋味。白小纯想到这里，心中升起了一股强烈的刺激感，呼吸也都一瞬无法平稳，急促了一些。渐渐的，他随着黑明到了皇宫，慢慢靠近了天师殿，他的心跳也随着脚步的前行越来越快，忐忑与期待交错，紧张与刺激并存。眼看还有不远就要到达，在这皇宫内，走在前方的黑明忽然脚步一顿，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白小纯满脑子都在想着下一幕即将发生的事情，没太注意，差点撞了上去，赶紧停下后，他诧异的抬头看向黑明的背影。这件事情你做的鲁莽了。黑明沉吟少顷后，仍然传出一如既往的阴冷声音，这声音乍一听满是阴寒，可若仔细去琢磨，这里面竟蕴含了一丝关切。这关切之意，白小纯在感受到后怔了一下，他记忆里的黑明一向是阴沉冷漠，眼下这关切实在是前所未有，
竟显得有些突兀。所有天侯、所有天宫都联合在了一起，就算是大天师想要保你，也都艰难。黑明没有转身，背对着白小纯，缓缓开口，那外人看不到的目中带着复杂。他已看出天师殿内正酝酿着一股灭绝之意，对于白小纯而言，这一次怕是在劫难逃。而他看着白小纯身为监察使的这一路，很多时候他联想到了当年的自己。他是上一代监察使，如果说这整个魁皇朝内谁最能理解白小纯的心情，那么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同样都是监察使，这一幕当年也发生过，而如今在这一代的监察使身上再次上演。区别是当年的他与大天师的关系远比白小纯密切太多，所在大天师的力保下，这才死里逃生，从此跟随在大天师身边，如同影子一样。且最重要的，他也没有犯下那种擅自杀了天侯的大罪。可如今白小纯这里与他不一样，你唯一的希望就是大天师白皓，你好自为之。黑明内心轻叹，提醒了白小纯之后，这才继续向前走去。白小纯看着黑明的背影，心中升起感动。这样一个他以为是冷漠的人，在今天，在这所有人看去自己都难逃结束的一刻，说出这么一番话语，这让白小纯的心中泛起一些温暖。深深的看了看黑明后，白小纯轻轻点头，向前走去。不多时就到了天师殿外。天师殿的大门关闭，没有什么声音传出。可白小纯在来到这里的刹那，立刻就感受到，在这天师殿内蕴含着一股狂暴的气息。这气息驳杂，显然是很多人在一起后凝聚出来。黑明身体一晃，消失在了白小纯的前方。没过多久，有声音从天师殿内缓缓传出：“白皓，进来。”白小纯身体一震，长长的深吸口气，旋又呼出。他知道好戏就要开始了，他的紧张更多，同样的刺激与期待更浓，越发鼓荡着他的心神。他奶奶的，有什么好害怕的？我的底牌足够强悍，足够去将里面那些公啊侯们的脸全部打成猪头。这里面的所有人都在等着我去打呢，他们都不怕，我怕个啥？不打都对不起他们伸长的脖子扬着的脸。白小纯狠狠咬牙，蓦然走出，直接上前一把推开天师殿的大门。在这大门推开的瞬间，立刻就有上百道目光刹那从殿内全部看向站在大门外的白小纯。这上百道目光，最弱的都是半步天人，最强的更是半神。可以说魁皇朝的所有权贵、所有强者都聚集在了这里，他们的目光形成的威压，足以让天地震颤，让风云际散。就算是白小纯有底牌，也依旧在这目光下，心底方才升起的胆气瞬间就被削减了大半，背后刹那湿透。天师殿内，大天师坐在最上首的天师椅上，面色阴沉，很是难看。在他的下方，10大天宫一个个都站在那里，神色大都带着冰寒。除了他们，还有整整89个天侯，他们是如今的魁皇城内所有的天侯了，此刻都站在天师殿内，一个个冷眼看着白小纯，有的冷笑，有的讥讽，还有的则是目中带着杀意。白小纯心跳猛地加速，额头更是冒汗。他还是人生中第一次发现自己在比眼神这项本事上落在了下方。他实在是没办法，自己毕竟只是一个人，可对方那是上百人，太欺负人了。白小纯内心一颤，可却不甘心，这还没进门就先输了气势，于是咬牙之下，目光在人群内扫过后，找到了赵雄林，狠狠地瞪了过去。不管你们多少人，白爷爷我就逮着一个人瞪，气势不能输。白小纯立刻目光凶残，死死地盯着赵雄林。赵雄林也愣了一下，白小纯那目光内的凶狠，让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与对方摩擦的一次次事情上都落在下风的一幕，不由得心中也升起郁闷。这么多人看着他，他为什么就抓着我不放啊？看我干什么？赵雄林恼火的怒了，但在比眼神这项本事上，他与白小纯差距不小。这么相互瞪着瞪着，白小纯眼神里似有刀光剑影，弥漫着血雨腥风，整个人似要疯狂，仿佛要同归于尽的样子，让赵雄林内心一震，暗惊莫非这疯狗知道自己必死，所以要在死前咬着自己不放，拉着自己一起灭绝。白小纯之前在魁皇朝做出的事情，每一件都是大事，眼下他虽被联合起来攻击，可能享受到这种待遇，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赵雄林相信对方死前的反扑极其危险，想到这里，他压下内心的怒意，目光微微避开。和我斗？怂货！眼看赵雄林不敢看自己，白小纯顿时趾高气昂，气势崛起中，迈步踏入大殿内，向着上方的大天师抱拳一拜：“卑职白皓，拜见大天师。”第804集群起攻之。大天师神色阴冷难看，还有些头痛，看着白小纯，心底也有怒意。实在是白小纯这次的事情太过突然的同时，也正是重恩令推广的关键时刻。原本一切好好的，按照大天师的计划，一步步最终必定可以让魁皇朝所有家族纷纷肢解。可眼下白小纯这里被满朝文武抓住了痛脚，联合在一起逼宫。尽管之前没有明说，可也都表达了态度。若白小纯不死，
他们坚决抵制众恩令。此事若是换了之前，大天师一定同意。可白小纯这里连续2次献出毒计，让大天师这里的惜才之心也都强烈起来，这就让他迟疑了。白浩，今日让你来此，是要了解一下关于周武道的事情，你来解释解释。大天师思量少顷，缓缓开口：关于是否将白小纯推出去，他还要看看白小纯这里如何解释。若白小纯能自己化解，那么也就省去了他的烦恼。大天师卑职白小纯抬起头，正要开口，可就在这时，一位天侯冷笑，猛地看向白小纯，目中杀机毫不掩饰。白浩，你不用辩解了，杀人偿命，这是天理。大天师，臣请奏，包取白浩监察使身份，就地正法，还周天侯在天之灵一个公道。这个天侯声音洪亮，走出几步，向着大天师一拜。白小纯立刻看向说话的天侯，瞪了过去。可其目光刚刚落在这天侯身上，立刻就又走出一个天侯。没错，大天师，这白浩没经允许就斩杀我朝天侯，这种目无王法之辈，必须要灭杀。大天师，臣请奏，斩杀白浩。大天师，臣也请奏，将这白浩当场处决。那些天侯如同被捅了马蜂窝一样，瞬间就走出7、8人，每一个都言辞犀利，抓住周武道的事情，要置白小纯于死地。白小纯瞪了这个又瞪那个，最后自己都觉得累了，索性收回目光，看着那些人在不断的请奏，火气渐增。看来我之前为了找号，去这些人的家族少了，应该多去几次才对。白小纯咬牙暗自腹诽道。大天师沉默，天宫老谋深算都没说话。那些天侯眼看如此，立刻又走出几位，纷纷开口后，更是有一个刘姓天宫快走几步，向着大天师抱拳，深深弯腰拜下。大天师，臣已归结了这白浩的100大罪，今天要当着所有同朝的面宣读此子的滔天罪行。这句话一出，四周众人不少都吸了口气，看向这位刘姓天宫。此人名叫刘勇，在这诸多天侯中，自身修为跟实力处于中间，可与周武道相反。他很是活跃，尤其是这种众人联合的少见之事，更是让他振奋不已。所以在心中也有打算，要在这一次自己出风头的同时，也要让其他人对自己刮目相看。就连那些天宫也都注意到了刘勇，大天师也都打量过去，实在是都被这刘勇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所谓100大罪震撼到了。白小纯也都被吓了一大跳，不由得倒吸口气，看向刘勇时愣了一下。此人他只是眼熟，知道姓刘，具体却没太多印象。可怎么也没想到，其口中居然言之凿凿说自己有100大罪。眼看众人都看着自己，刘勇内心振奋，意气风发，上前几步，大声开口：这白浩在其家族中尽杀亲族，大逆不道，这是叛族之罪；聚鬼城时夺人妻子，丧尽天良，这是强抢之罪；偷取蔡家魂场，让蔡家损失极大，这是盗窃之罪；掠夺陈家藏宝，使得聚鬼城陈家损失惨重，这是枪劫罪。刘勇滔滔不绝，语速很快，回荡天师殿内。渐渐的，众人都目光呆滞起来，看着那刘勇在那里不断的数落着白小纯的各项大罪。白小纯也都呼吸跟着有些急促，死死的盯着刘勇，咬牙切齿的同时，知道对方为了给自己列出这些罪状，没少去调查，不然的话，怎么连这些细微的事情都能知晓？炼魂湖内，他吸收众天骄生机，修炼邪功，这是修禁罪。还有，此人到了魁皇城后，竟险些引起巨鬼军团哗变，四处放火，这是纵火罪。刘勇越说越是振奋，嗓门越来越大。尤其是他看到此刻四周所有天侯、天宫都沉默，整个大殿只有自己的声音后，他激动中声音也都高亢激昂起来。在其炼灵铺中高价卖魂药炼灵，这是哄抬物价罪。他成为监察使后，借抄家之余中饱私囊，这是贪污罪。一条条罪状从刘勇口中不断的说出，时间慢慢流逝，直至一炷香后，他竟还没有说完，甚至更没有丝毫语速上的缓慢，反倒越来越快。这一幕让四周众人震撼的同时，也让白小纯彻底傻眼，甚至对这刘勇都有些佩服了。大天师也都神色古怪中看了刘勇好几眼，他还真没发现这刘天侯居然在总结归纳上，在情报的打探上有如此超越常人之处。这是玩忽职守罪，这是滥用职权罪，这是受贿罪。最后他斩杀无辜天侯，残忍无比，这是杀人罪。直至又过去了一炷香后，刘勇这才说完。他喘息了几下，暗自傲然中向着大天师抱拳：大天师，臣说完了。这白浩万恶集于一身，犯下100条大罪，这里面任何一条都可以将他凌迟处死。臣请奏，将这万恶不赦的白浩就地正法，千刀万剐，以儆效尤。随着他话语结束，四周众人一个个都心神狂震，他们算是开了眼界，对于这刘勇如同重新认识了一样，此刻也都反应过来，纷纷走出，不断向着大天师抱拳：臣附议，臣样请奏。刘天侯的百罪，
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臣也附议。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数十个天侯都走了出来，全部开口。放眼看去，此刻这89个天侯走出的足足有一半之多，而余下的那些人相互看了看后，也都齐齐向着大天师抱拳，几乎统一的开口：“臣附议，将这白浩就地正法。”这声音强烈，化作音浪，轰动四方。白小纯看着这些人，心底不断的呜呼，尤其是那刘勇，更是让他这里竟也升起强烈的忌惮。此人莫非是个打洞的耗子变的？居然这么刁钻，把我的事情调查得如此清晰。白小纯不由得将这刘勇牢记在心底，琢磨着以后定要好好的收拾此人。大天师皱起眉头，这种满朝文武统一在一起，在明面上去针对一个人，要置人于死地的事情，若是换了以前，他必定会想办法化解。毕竟这个时候，白小纯已经是彻彻底底的成为了孤臣，自己若能救下，那么白小纯将来对他的忠心将前所未有。只是眼下重恩令的推动才是最大的事情，一旦朝堂不稳，对他影响不小。除非是他有一个完全站得住脚，也让众人无话可说的理由，否则的话，哪怕白小纯真的成为了自己的义子，他也无法在这个时候将其保住。这就让他心底叹了口气，暗怒白小纯这里闯下如此大祸，心中的迟疑也渐渐有了要消散的征兆。这还没有结束，在所有天侯都开口后，陈好松目光一闪，看出大天师迟疑的逐渐消散，这才走了出来，向着大天师抱拳。方才听了刘天侯的话语，臣有些恍惚。我魁皇朝代代传承至今，任何一个朝代里，若有了如此百罪之人，都必定将其灭全族。今日臣也请奏，斩杀白浩。他话语回荡中，美髯天宫还有其他8位天宫都走了出来，没有开口，只是向着大天师一拜。可他们虽没有话语，但这动作本身已经清晰明了地表达了他们的意志。大天师目光一闪，迟疑彻底消失，正要有所决断，可就在这时，白小纯的声音骤然回荡：“你们的表演结束了吗？现在该我了吧？”这种一面倒的情况，白小纯看到后，反倒没有忐忑与紧张了。他此刻深吸口气，整个人平静下来，嘴角露出冷笑，从容不迫地缓缓开口：“第805集殿内炼火。”这带着挑衅之意的话语一出，立刻如同往油锅中倒水，顿时就让所有天侯瞬间炸开。白浩，你好大的胆子！你犯下百罪，在这天师殿内，岂容你放肆！尤其是刘勇，更是双目冒光，似又抓到了白小纯的痛脚般，整个人都要跳起来，指着白小纯大吼一声：“白浩，你目无尊上，在这严肃之地，竟把我等庄严的审判污蔑成表演，这是犯下了欺君罪、妄言罪、污蔑罪。你现在不是百罪，你是103罪。”刘勇话语一出，四周众人都精神一振，纷纷觉得这刘勇简直就是他们仙神一般的队友，与这种人联合，实在是太让人心里舒坦了。此刻立时都响应起来。白小纯冷笑，看都不看这些向着自己怒喝的天侯，而是望着大天师抱拳一拜：“大天师，我给您看一样东西。”他话语一出，四周众人纷纷冷笑，暗道：这白浩莫非还能拿出什么周武道叛变的证据？就算是真的有，也不可免去白小纯的擅自杀人的大罪。这不是他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处理的事情。大天师目光落在白小纯身上，微微一动，实在是从始至终，白小纯那里虽有紧张忐忑，可却从来没有露出绝望。这不符合大天师的判断。此刻他若有所思，点了点头，想要看看这白小纯到底准备拿出什么。得到大天师的同意，白小纯一拍储物袋，立刻就从其内拿出了一枚魂药。这魂药明显与众不同，色彩极多，璀璨无边，刚一拿出就立刻散出华彩，映照整个天师殿，如同瑰宝的同时，更有浓浓的魂力波动，瞬间就扩散八方，浓郁至极。正是最低标准也需要18色火才可以形成的极品魂药。这魂药一出，大天师的目中猛地露出金芒，不仅仅是他这样，陈好松等10大天宫也都瞬间一个个面色变化，齐齐看去时，那些天侯也都看到了白小纯手中的那枚魂药。刹那间，很多人的双眼都猛地睁大。极品魂药，最低18色才能炼制的极品魂药。这极品魂药也叫地品魂药，任何一枚都极为少见。这白浩居然那些天侯有一些直接失声惊呼，实在是白小纯拿出的这魂药让他们大吃一惊。可很快的，他们就产生了疑问：这地品魂药与周武道的死亡有什么关系？他就算是献出这魂药，可与其百罪比较，也都无法化解。这白浩到底想要说些什么？莫非他想说这魂药是自己炼出的？说出这句话的正是那位刘勇。他冷笑开口，可话语一出，四周有不少天侯马上就面色狂变。他当初曾炼出过一丝18色火，不可能，地品炼魂师岂能是那么容易就出现的？整个天师殿立刻就传出无数的议论与哗然，更有人怒喝开口：“白浩，
你休要在那里装神弄鬼，取出一枚魂药，莫非你就真的成为了地品炼魂师？实在是荒唐！都给我闭嘴！白小纯猛地抬头大喝一声，他豁出去的在天师殿内肆意呼喝天侯天公们，顿时使得他气势轰然崛起。有那么一瞬，不少人被吼得一愣。他没打算取出魂药后就让人相信自己是地品炼魂师，他等的就是这些人的质疑。只有这样，他一会儿打起众人的脸，才会更让他觉得刺激。地品炼魂师，这正是他的底牌。这些人不是与自己来说葵黄朝的律法吗？那么自己就釜底抽薪，同样用这律法来完成绝地反击。地品炼魂师，如今这一代，整个葵黄朝只有3位。就算是在这之前搬迁到了蛮荒后，葵黄朝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只有5位地品炼魂师而已。可以想象，地品炼魂师的地位与身份之高，已经是不言而喻了。自然而然的，在葵黄朝的律法中，也规定了地品炼魂师，只要不是犯下叛族的大罪，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将其斩杀。这就是白小纯的依仗，地品炼魂师的特权。你们既然不信，这枚魂药是我炼出，那么白某今天就在这天师殿内，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炼制18色火。白小纯大袖一甩，神色傲然，声音蕴含修为，传遍八方时，直接将四周那些天侯的哗然全部镇压下来。大天师目中猛地就爆出金芒，10大天宫，尤其是陈好松，也都呼吸一凝，难以置信地看向白小纯。他们此刻依旧还是不相信白小纯真的是地品炼魂师，困兽犹斗，虚张声势而已。陈好松眯起眼，内心冷笑。其他天宫也都在吸气急促了几下后，对此深表怀疑。好大的口气，白浩，你若能炼出18色火，从此我赵雄林看到你，立刻跪拜。没错，你是想要垂死挣扎，可地品炼魂师岂能是那么简单？自不量力！那些天侯也都在一个个心神震动后，纷纷咬牙反驳，怒喝起来。实在是今天的他们前所未有的强大，要置白小纯于死地，信心十足。白小纯冷笑地看着众人，尤其是在那赵雄林身上多看了一会，收回目光后，他没有再去理会，而是一拍储物袋，立刻从他的手中就飞出了10团17色火。这10团17色火是白小纯在寻找白浩的那段时间让周一星外出寻找的，借助那些数字，很快就收获了一些，被他积累起来，此刻用出。实际上这只是一部分罢了。为了自己这个底牌的爆发，白小纯一共准备了3份炼制18色火的材料，确保自己一旦出现意外，也可补救直到成功。此刻他没有半点迟疑，猛地一挥，立刻那10团17色火就轰然爆开扩散，在白小纯的操控下，甚至故意使坏的往赵雄林、刘勇等天侯的方向更多蔓延，好似示威。四周众人齐齐后退，就算是天宫也都退后几步，唯独大天师坐在那里，身子向前倾斜，目中闪烁着莫名的光芒。若他真的炼出18色火，成为地品炼魂师，那么今日之劫倒也真的就被他直接粉碎。大天师眯起双眼，凝神看去。白小纯知道这是关键时刻，且他也有把握，在这个时候没人敢来干扰自己，毕竟这里是天师殿，毕竟自己要做的事情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去晋升地品炼魂师。看我一会儿怎么让你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让你们全部傻眼，把眼珠子都瞪出来才好呢。白小纯内心期待的同时，刺激感也极为强烈。他实在是太喜欢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了。不过他也知道，此事万万不可出现意外，且在这天师殿内看似危险，可实际上却极为安全。所以白小纯立刻收敛心神，不再关注外界丝毫，而是双手掐诀，蓦然抬起时，向着那10团17色火扩散成的火海狠狠一按。这一按之下，10团17色火立刻就彼此融合在一起。白小纯目不转睛，全部心神沉浸在内，加大操控中，也就是1炷香的时间，那10团17色火就瞬间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了一片磅礴的17色火海。而此刻，白小纯神色肃然无比，双手掐诀中，修为爆发的同时，心神也都沉浸在了那片火海里，开始下一步的动作，去压缩。轰轰轰！巨响滔天，在这天师殿内不断的回荡。这17色火海的磅礴，让不少人都心神震动，更有吸气声清晰可闻。可无论如何，他们都很难相信白小纯会是地品炼魂师。实际上，他们也不能去相信。可接下来，随着白小纯的炼制，众人的面色也都渐渐难看起来，尤其是赵雄林与刘勇，更是连连吸气，心神轰鸣中不断的诅咒白小纯那里失败。可他们的诅咒不但没有效果，反而起了反作用。白小纯的这一次炼制，或许是因有过一次成功，又或者是因他知道此事关乎性命，所以在炼制上竟比之前的那一次还要顺利。轰鸣中，这片火海就被压制到了30丈的范围，还在不断的缩小，28丈、26丈、24丈，还在迟疑，很快的就到了20丈。第806集震撼公侯。随着压缩，火海翻滚强烈，可白小纯的双手似乎具备了封天印地之力，竟让这片火海
哪怕再暴虐，也都难以翻腾出他的掌控。隆隆声中，火海直接就成为了17丈，还在持续15丈、13丈。白小纯一声低吼，双手狠狠一按之下，火海在骤然的强力压迫下，反抗般再次爆发。可白小纯如同火焰的君王，在他的掌控下，那片火海的爆发不再是向外，而是全部改变，向着内部疯狂压缩。瞬间就直接从13丈变到了8丈，一下直接就缩小了5丈。而随着收缩，那8丈火海里首次的出现了一闪即逝的第18种颜色。天师殿内的众人都非等闲，那些天侯有的或许还没看清，可陈好松等10大天宫以及大天师却是看得清清楚楚，丝不知是谁。在这一瞬，惊愕的倒吸口气。这吸气声立刻就被那些天侯听到，纷纷一愣后看向天宫等人，立刻就发现这10位天宫一个个竟神色前所未有的严肃，尤其是陈好松，他竟不知何时握住了拳头，攥得死死的，都露出了青筋。这一幕顿时就让那些天侯内心猛地咯噔一下，可还没等他们内心升起思绪，突然的，白小纯大吼一声：“给我缩！”白小纯双目血丝弥漫，体内修为轰然爆发，双手的操控之力更是不断加大。一按之下，那片8丈火海竟在这一瞬骤然收缩，直接就成为了5丈。